我们小区离奇陷入了规则怪谈，第5条的规则竟然是当日爬满2万级台阶，否则就会当场毙命。没有等到天亮，我们便早早行动起来。可刚走出房门，一股腥臭的气味就涌到了眼前。楼道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居民的尸体，想必这就是违背前几条规则的下场。想到这，我们3人再也不敢怠慢，开始一步步爬楼梯。不过我们低估了这个规则的难度，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，仅仅是6000阶，我们3人就筋疲力尽，双腿抽搐，瘫软在地上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暂时回屋休息，待到中午12点才重新开始新一轮爬楼。不少存活下来的住户也纷纷加入了爬楼大军。人多起来之后，紧张感略微减少，可这2万级台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大山。直到晚上10点半，手机上的步数终于到了21000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多走了1000步。艰难地回到家后，没等我们喘口气，午夜钟声准时响起，一片片惨烈声也随之而来。小区里不少行动不便的住户都没能熬过这个规则。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体力不支，仅仅走过9000级台阶，突然呼吸不畅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然后便从楼梯上跌落下去。请注意，5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15人。社区规则6，当日中午12点，请前往所在单元楼的楼顶天台，12点10分后方可离开。违者死。听到这个规则之后，我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只需要花10分钟去一趟楼顶，这么简单吗？社区规则从来没有仁慈过，这条看似简单无害的规则里，一定隐藏着恐怖的杀机。临近11点，我们3人早早来到天台，起初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规则的线索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顶楼上的住户越聚越多，30-40人一起研究，直到接近了中午12点，我们都不明白规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一道突兀的尖叫声扯破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那是什么？我急忙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果然在远处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黑点。仅仅是3秒之后，黑点的后方便有更多黑点迎风而来。待它们飞得尽泄，我终于看清它们居然是一只身形庞大的怪鸟。显然，它们就是第6条规则给我们的考验。小美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们该不会是他们的猎物吧？恐怕是的。”果然，怪鸟们没几秒的功夫就飞到了小区上空，一边盘旋，一边时不时俯冲过来，对准人类扑击撕咬。它们速度很快，爪牙异常锋利。昨天才爬过2万级台阶的人们根本难以逃离，更不用说抵抗。好几位住户被利爪狠狠撕破，3两口就瓜分掉全部血肉，只剩下白花花的骨架。这一幕看得我肉疼，忍不住回头瞥向下楼的通道。没等我行动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先我一步跑向通道，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只巨大怪鸟抓向高空。看来没到12点10分，绝对不能下楼。面对怪鸭一轮又一轮的袭击，我们只能疯狂逃窜，哪怕是一直相当冷静的青青，此时也难忍惊惧。难道说规则觉得前面几天的死亡比例太少了，开启了杀戮模式？还好小美还算冷静。我觉得社区总规则里既然点明存活的可能性，就不会设置绝对意义上的死局。我们留心观察，或许能找到破局的生机。我刚想点头附和他的鼓励，却看到一只怪鸟朝我们的方向飞来。见状，我急忙伸手呼喊：“小心！”可惜我的叫喊晚了一些，怪鸟第一时间攻击的竟然是跑得最快的青青。青青的肩膀顿时被抓出几道疤痕，疼得青青原地蜷缩起来。小美见状，迅速拿起一根木棍反击，赶走了青青身上的怪鸟，接着冲我大喊：“酱汁，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定了！”眼看怪鸭在头顶越聚越多，我的心也坠落到了谷底。绝望的我甚至想闭上眼睛迎接死亡。不对，怪鸭吃人的行为好像是有规律的。周围满地都是住户残破的身躯，有些已经成了白骨，被吃了个精光，另一些的身躯则相对完整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些怪鸭并不会吃那些已经躺下的住户。念头一转，我猛然想通了一切，立马朝着青青和小美高声呼喊：“他们有视力缺陷，怪鸭喜欢攻击活动敏捷的人，躺在地上就会没事。”说完之后，我也立马原地俯身趴下，把身体死死粘在地面，足足在心里默数了半分钟，竟都没有一只怪鸭找上门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幸存的住户都学着我的样子，死死贴紧地面，不敢动弹分毫。怪鸭们变得茫然失措，突然没了目标，只能在楼顶一圈圈的盘旋。随着12点10分的到来，它们仿佛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，循着来时的方向飞去。轻轻捏着仍在疼痛的肩膀，冲我微微一笑：“幸亏你找到了破局关键，不然我们已经变成一堆肉渣了。”休整1日之后，我们迎来了第7天。请注意，6日规则后社区存活36人。第6次规则无疑是一场恐怖的屠杀，存活人数从215人锐减到寥寥36人。然而规则还在继续。